各位朋友啊，留给伊朗和留给美国川普的时间都不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两天说到，现在美伊呢陷入了一个不战不谈的一个僵局，双方呢几乎都是各自跪下，各自宣布胜利，就像我们当初说的一样。但是呢，这个事情啊，如果说川普不对伊朗发动地面战的话，美国不吃瘪的话，川普总是心有不甘的。所以我在这儿要郑重的提醒伊朗，你们一定要做好大战的准备。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你肯定得不到。这两天美伊的这种谈判精准的就印证了这句预言嘛，对吧？你看这两天伊朗提出了好几版的谈判方案那今天呢，美国的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同意，说伊朗这是漫天要价，必须要谈核问题。伊朗说我们必须得获得不受打击的保证以后，我们才能再谈核问题。那川普今天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4月26号他在战情室里边说我现在准备长期的封锁伊朗。什么意思啊？他要用封锁来打垮伊朗的经济，压垮伊朗的政权，再让伊朗人民上街造反。可是呢，这个目的他基本上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它是既靠海又有大陆大陆周边有好多个口岸呢，有通往巴基斯坦的，那有可以直接通往中国的，也有通往俄罗斯的，对吧？所以说你海上的封锁到底能不能让伊朗的政权这个崩溃呢？我看是不能。所以说肯定也有伊朗的这些这个盟友吧伊朗基本上没有什么铁杆盟友，俄罗斯也不能算，对吧？但是呢，给伊朗输送民用品、生活物资还是没有问题吧？问题是川普现在没有时间了。其实川普他的脑子就是一个糊涂车子，他现在打的这个谱他说如果贸然派地面部队过去没有把握，那如果是在中东撤走呢，那就更灰头土脸。问题是你封锁伊朗的话，川普面临着10月份、11月份的中期选举满打满算还有几个月，你几个月的时间，你希望把一个1亿人口的大国你给封锁的崩溃了，而且仅仅是海上封锁，这说实在的，这臣妾做不到经济学家给川普说真做不到所以说你看现在时间可以说是在伊朗这边专家认为，源于3方面原因，美伊陷入不战不谈的僵持局面，且这种僵局在一定时间内或将持续。首先，政治互信全无。伊朗德黑兰大学教授哈桑·艾哈迈迪安表示，伊朗已对美国放弃幻想，不会轻易接受美方谈判条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近日2度到访巴基斯坦，更多只是为了对巴方斡旋努力有所交代。其次，谈判立场对立。目前，美伊双方在核项目和霍尔木兹海峡2大核心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无法调和。同时，双方的谈判目的几乎已是明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在战场难占上风的情况下，美方企图借谈判以压促变，而伊朗同样将谈判视为战争外延，不会轻易妥协。第三，美伊双方都面临国内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目前特朗普政府深陷两难，既不愿在谈判中妥协，也不愿再度与伊朗开战。加之中期选举临近，其政策空间进一步受限。而伊朗方面，新一届领导层希望通过对美强硬立场稳固国内形势，同时因面临战事消耗损失和美国封锁造成的经济压力，伊朗也难以长期持续作战。分析认为，
不战不谈僵局的背后是双方都在试图用时间换取战略空间。美方企图通过海上封锁拖垮伊朗经济，甚至引发伊朗国内变局。伊方则希望借油价波动下的经济压力和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压垮特朗普政府。如果没有重大突发变局，这种对峙僵局或将延续，成为一种冻结冲突的状态，即战事根源未解决，低烈度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但不会达到全面战争的程度。伊朗啊，有的时候啊也不能完全听这个专家的，知道吗？因为现在呀，这个对伊朗来讲的话，可能就面临着，如果一旦伊朗懈怠了，那就面临着至暗时刻了。无论是再把你的领导层给你一锅端了也好吧，还是说人家直接派出地面部队，所以伊朗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懈怠，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今天呢，咱们就分析分析伊朗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个局面是什么样的。大针之势，波谲云诡，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黑天鹅，只有藏在水面之下早已盘根错节的利益与生死博弈。当全世界都还在盯着中东美伊大战的焦灼战局，猜测特朗普会不会按下更大规模战争的按钮时，美国本土爆出的白宫晚宴枪击事件，直接把这场全球博弈的凶险程度拉到了新的层级。很多人只看到了枪手当场被抓，特朗普有惊无险的表面剧情，却没看懂这场枪击案的核心本质。这根本不是一次随机的极端袭击，怎么看都是一场精准锁定特朗普本人的来自美国深层势力的致命警告。这一次子弹只是与他擦肩而过，下一次枪口可能就不一定会再留余地了。对特朗普而言，这一枪响直接把他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墙角。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场警告背后是美国内部因中东战事不利而彻底激化的内外矛盾，是他执政根基的剧烈晃动。如果他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拿出破局动作，不能把这股反噬的力量泄出去，那么等待他的绝不仅仅是政治生涯的终结，更可能是生命安全的彻底失控。那么特朗普要转嫁压力，特朗普一定会柿子捡软的捏，最终会倾泻到伊朗头上。对于这一点，伊朗应该也是有感觉的，但估计连伊朗都没想到，特朗普破局的第一巴掌没有抽向伊朗，反而狠狠扇在了自己的北约盟友脸上。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当地时间4月26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直接把对北约的不满摆到了台面上，连用2个非常失望给北约盟友定了信。他直言自己的不满根源就在于北约成员国在美国最需要的时候没有提供任何必要的支持。我们为北约服务了这么多年，花费了数万亿美元，结果当我们需要一点帮助的时候，他们全都不在。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这句话绝非特朗普的一时口嗨，而是他蓄谋已久的总爆发。事实上，从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打响，北约盟友集体作弊上关开始，特朗普的怒火就已经压不住了，近期更是密集开火，称北约虚伪且背信弃义。4月14日，特朗普直接在社交平台发文，甚至给北约判了死刑。北约过去没有支持我们，将来也不会支持我们。4月17日，在保守派组织美国转折点的活动上，特朗普对着自己的核心支持者直言，我希望你们都看清了这件事，他们北约成员国根本没有为我们挺身而出。北约教会我们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绝不能依赖外部国家和外部资源。更早之前的4月8日，《华尔街日报》就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独家消息爆料，特朗普政府已经在酝酿一项针对北约的惩罚计划。凡是在伊朗战争期间对美以行动不配合、不支持的北约成员国，美国将直接把驻扎在当地的美军撤出，重新部署到对美国军事行动更支持的国家。甚至特朗普再次放出了那句最让欧洲心惊肉跳的狠话，不排除让美国直接退出北约。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问，特朗普疯了吗？中东战事正酣，他不想着怎么对付伊朗，反而先和自己的盟友撕破脸，他这一系列操作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其实只要看懂了白宫晚宴枪击事件背后的生死博弈，就会明白特朗普这一系列操作根本不是乱拳出击，而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险棋。他之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集中火力炮轰北约，归根结底是3个绕不开的核心原因，每一个都直击他当下的生死困局。下面站好给战友们捋一捋，大家就明白了。第一个原因，伊朗战局不利是枪击事件导火索，这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核心的底层原因。白宫晚宴的枪声根源就是美国内外矛盾的彻底激化，而外部对伊朗作战不利，陷入战争泥潭，就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导火索。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这场仗之所以打得如此被动、如此难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北约盟友的集体缺位，见死不救。我们不妨想一下，美国称霸全球这么多年，哪一场大规模战争不是带着北约盟友一起打？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哪一次不是北约一拥而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美国分摊战争成本，分担国际压力？但这一次对伊朗的战争，北约却集体选择了袖手旁观。欧洲国家心里都清楚，伊朗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亚，伊朗手里有足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导弹力量，有覆盖欧洲的打击能力，一旦下场，战火随时可能烧到自己家门口，更何况欧洲的能源命脉还攥在中东手里，他们根本不敢跟着美国趟这趟浑水，不确定性太大了。特朗普不管这些，在他的逻辑里，美国为北约扛了几十年的安全压力，花了数万亿美元真金白银，现在美国需要盟友搭把手的时候，你们全都躲了。仗打成现在这个不上不下的烂摊子，国内矛盾炸了锅，甚至连自己的命都差点没了，这笔账不找北约算，找谁算？所以他炮轰北约，首先就是要给这场战事的失利找一个最名正言顺的背锅侠。第二个原因，特朗普要逼北约盟友做出选择。特朗普炮轰北约，是为接下来更大规模的对伊行动提前做铺垫，下通牒。他要通过这种极限施压的方式，逼着北约盟友做出选择，要么跟着美国一起下场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要么就乖乖掏出真金白银承担这场战争的巨额成本。总之，他绝不能接受北约继续这样坐山观虎斗的状态。对特朗普而言，现在中东的战局已经骑虎难下，美以的空袭打了一轮又一轮，不仅没能打垮伊朗，反而让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强硬，甚至直接把导弹砸到了以色列本土。美国的中东霸权已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时候如果收手，就等于美国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霸权彻底失效，特朗普自己也会沦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笑柄。所以退是绝对不可能退的，接下来只能往前冲，只能升级行动。尤其是面对生死之局，特朗普的选择其实在变得越来越小。而升级行动，要么有人帮忙分摊压力，要么有人帮忙分摊成本。特朗普现在对着北约连番放狠话，甚至拿出撤军退约的终极杀器，就是在逼欧洲盟友站队。你们要么跟着我一起打，把伊朗彻底打服，要么就为这场战争买单，否则北约这个美国主导了几十年的军事同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特朗普真的要以退出北约为要挟，那欧洲盟友可能真的就只能就范了。第三个原因，特朗普的定向甩锅，这个原因也是最现实的政治原因。特朗普要通过甩锅北约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缓解自己身上的政治压力和人身风险。现在美伊战争陷入僵局，国内的不满情绪已经彻底爆发，所有的矛盾，所有的指责都集中在特朗普一个人身上。毕竟这场战争的决策是他一手拍板的，打赢了他是美国的英雄，打输了陷入泥潭了，他就是所有矛盾的宣泄口。白宫晚宴的枪声就是这种矛盾激化到极致的体现。这个时候特朗普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股火从自己身上引开，找一个替罪羊，让国内的不满情绪有新的宣泄出口。而北约就是这个最合适的目标。特朗普想要的效果是，你看，不是我特朗普决策不行，不是美军战斗力不行，是我们的盟友太不靠谱了。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养着他们，关键时刻他们却临阵脱逃，才导致仗打得这么艰难。这一手甩锅不可谓不高明，一方面能给自己的核心支持者一个交代，把战事不利的责任推出去，另一方面也能给国内的深层势力一个说法，我已经找到问题的根源了，接下来我会逼着盟友出力把这场仗打赢。而这恰恰是化解他当下人生危机最关键的一步。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说，特朗普和北约内讧，这对伊朗难道不是好事吗？伊朗不应该偷着乐吗？大错特错，这恰恰是伊朗最该警惕的地方。甚至可以说，特朗普这一巴掌抽向北约，连伊朗自己都没想到，最终所有的力道都会结结实实地打在自己身上。无论北约最终会不会向特朗普妥协，伊朗接下来面临的战略压力都只会呈指数级上升，没有任何下降的可能。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来看伊朗刚刚抛出的停战条件。就在特朗普连番炮轰北约的同时，伊朗正式向美国提出了自己的停战诉求，核心条件清晰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新的法律制度，美国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书面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立刻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伊朗明确表态，谈判绝不涉及核问题。因为伊朗内部高层对此还未达成统一，大家不妨扪心自问，这样的条件美以会同意吗？根本不可能。就像美国之前开出的要伊朗彻底放弃抵抗，跪下投降的条件，伊朗没有任何接受的空间一样，双方的诉求从一开始就是南辕北辙，根本没有任何谈判的交集。美国要的
是伊朗彻底放弃反抗，放弃核心军事能力，放弃地区影响力，彻底沦为美国在中东的附庸。而伊朗要的是美国为这场战争认错赔偿，彻底放弃军事威胁，还要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这哪里是停战谈判的条件，这分明是双方给对方下的投降书。更关键的是，伊朗内部本身就分歧巨大，谈判派想借着战场筹码和美国坐下来谈，保住现有利益，但强硬派能接受的底线就是这4大条件，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而美国那边，特朗普现在已经被架到了火上，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他根本不可能接受伊朗的条件，更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停战认输。所以本质上，这场所谓的停战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任何达成的条件，双方的表态都只是说给国际社会听的场面话，真正的战场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那谈判走不通，特朗普又遭遇了白宫晚宴的生死警告，接下来他还有别的路走吗？没有了，摆在他面前的从来就只有一条路，把这场对伊朗的战争打到底。要么他通过极限施压，逼着北约盟友下场，集结整个西方的力量，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一举打垮伊朗的抵抗能力。要么北约盟友始终不肯配合，那他就更有理由把驻扎在欧洲的美军撤回，把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军事力量集中到中东去，用美国全部的军力和伊朗做个了结。至于欧洲怎么被俄罗斯欺负，那就不是特朗普管的事情了。特朗普可能用这种方式向欧洲国家施压。看到这里，大家还觉得特朗普抽北约的这一巴掌和伊朗没关系吗？无论北约最终怎么选，伊朗面对的都将是美国更加疯狂、更加不计后果的冒险。所以现在的伊朗比过去肯定是更危险了，而不是更安全了。当然，大争之势从来没有侥幸可言。美国的霸权衰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而特朗普的这一系列操作不过是霸权末路之下的疯狂挣扎。他想通过甩锅盟友、转嫁矛盾来破局，想通过升级战争来延续霸权，最终只会加速美国全球同盟体系的崩塌，加速美国霸权的彻底陨落。而对伊朗而言，现在最该做的就是丢掉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看清特朗普这一巴掌背后的真正杀机。这场博弈从来没有退路，唯有做好万全的战争准备，才能在这场霸权与反霸权的较量中守住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场席卷全球的大博弈才刚刚开始，未来的中东乃至整个世界注定还会有更多的惊涛骇浪。这场大博弈、大较量，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伊朗有没有明白人呢？有明白人，伊朗的将领也不都是酒囊饭袋。در ارتباط با وضعیت فعلی ما جنگ رو تمام شده تلقی نکردیم. از همون روزی که جنگ متوقف شد و حالا به تعبیری آتش بس یا سکوت صورت گرفته در میدان جنگ، به دلیل اینکه اعتمادی وجود نداره به امریکا و دشمنان ما همیشه به همون شکلی که در طول جنگ عمل میکردیم با جدیت تلاش کردیم اهدافمون رو بروز کنیم، با اینکه اهداف رو بروز کنیم آموزش هامون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از تجربیات جنگ استفاده کردیم و تجهیزاتمون رو در واقع هم تولید کردیم هم بروز کردیم و برای ما شرایط جنگی است。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方已完成目标清单与作战装备的全面更新，所有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敌方可能的军事袭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还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表示，美国无权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必须停止其非法且不合理的行为。声明说，伊朗在持续加强自身国防建设，满足武装部队需求的同时，也愿意与独立主权国家在国防领域展开合作。据知情人士28号向美国媒体披露，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意伊朗提出的新谈判方案，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几天内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一份调整版方案。巴基斯坦预计几天内收到伊朗提出的调整版方案，但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方会否提出一份美方更易接受的方案。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在记者会上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国家安全团队当天开会讨论了伊朗提出的谈判新方案。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对伊朗提出的方案不满意，
认为该方案拟将核问题谈判推迟至战争结束及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但美方坚持核问题必须在谈判初期予以处理。伊朗啊，还是放弃幻想，准备迎接地面战吧。以我对这个川普的性情的分析啊，如果川普不在地面战中吃瘪，他是不会罢休的。那么最近呢，这个川普呢妄想以这个海上封锁拖垮伊朗，真的，这个川普要是来问我的话，他早就明白了，这个不可能，因为川普满打满算只剩下4个月了，因为中期选举马上就到了，还有一个缓冲期，这4个月像封锁伊朗完全不可能。最后呢，川普也得把这个全球的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都得调到中东，对伊朗发动地面战，然后美国才会死心，然后美国的头号的军事霸权也会轰然倒塌，那就看川普怎么选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